空降的美女总经理上任第一天就扣了我28万的年终绩效，只因为我早上迟到了2分钟。她就在全公司上千号员工的大会上当众对我进行批斗。叶晨，首席架构师，今天早上迟到2分钟，整整120秒。根据公司新颁布的考勤红线，迟到1分钟扣1万，迟到2分钟性质恶劣。我决定扣除叶晨本年度全部年终绩效奖，共计28万元。人群中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这28万是我一整年的辛劳，是我熬过无数个通宵，重构了底层内核才换来的唯一一笔奖金。现在因为2分钟没了，可我却站在原地，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昨晚为了修复核心服务器的死锁异常，我一直查代码到凌晨4点。闹钟响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还在梦里。不过这些对一个一心只想立威的刽子手解释，无异于对牛弹琴。我的师兄老王在下面急得满头是汗，拽着我的袖口小声嘟囔：“服个软，小叶，快服个软！”我看见了，但我只是微微摇了摇头。我的沉默彻底激怒了台上的林如烟，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一个写代码的，一个高级打工仔，竟敢在她面前如此平静。叶晨，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对这个处罚结果，你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上来签字确认。他想看我哭，想看我求饶，想看我崩溃，那样他的火才算烧得彻底。在几百道目光的注视下，我迈开步子，一步一步走上演讲台。台阶不长，但我却感觉走了很久，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10年编程青春的灰烬上。我从林如烟手里接过那张轻飘飘的处罚单，我拿起桌上的笔。林如烟的脸上已经浮现出胜利者得意的冷笑，她以为我终究还是要屈服。我握着笔，在签名栏里一笔一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我把处罚单推回到他面前，没有看他错愕的表情，转身就走。台下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回到自己的工位，无视身后那些复杂的目光，戴上降噪耳机，打开电脑，屏幕上立刻弹出了昨晚未完成的底层架构模型。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与我无关的闹剧。林如烟的表弟，新调来的总裁办助理张浩，在我身后不远处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嘲笑：“没了张屠夫，还想吃带毛猪？装什么清高？”我听见了，耳机里的古典乐盖不住人性的恶。我没有回头，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沉闷的跳动。下午5点整，下班的铃声尖锐地划破了写字楼的空气。我摘下耳机，关闭电脑，将桌上的需求文档整理好，放进抽屉上锁。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我拿起背包，走向打卡机，在全公司第一个将手指按了上去。一声清脆的确认音宣告着我今天工作的结束，而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清晨，我掐着表，在上班时间还剩10秒的时候冲进了公司大门。打卡机显示9点00分00秒，完美。我走进核心机房，以往我总是提前1小时到岗，因为那台公司最金贵的云端服务器内核脾气古怪，需要提前进行冷启动预热，并对几个核心接口进行预加载，才能保证开机后的第一波高，并发达到最优稳定性。这是我师傅前任总架构师留下的习惯，也是我一直遵守的默契。但今天，我决定让这份默契见鬼去吧。我走到自己的工位，拿出咖啡杯，不紧不慢地泡上一杯手磨咖啡，热气氤氲，模糊了我的眼镜片。技术主管老王，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看见我悠闲的样子，眉头皱了皱，但没有说什么。他知道我的习惯，或许以为我早就调试好了。9点30分，高并发业务准时开启，庞大的服务器集群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开始缓缓苏醒，数据流涌动，逻辑门闪烁，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直到第一批海量用户进入系统，后台监控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过载报警声，紧接着屏幕上的警告灯开始疯狂闪烁刺眼的红光。怎么回事？老王第一个冲了过去，拿起运行日志一看，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全是死锁报错，主程序崩溃了，这一批请求全丢了。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再次投向我，我慢悠悠地擦干净眼镜，走过去看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故障代码，语气淡淡：核心线程迟溢出，导致内存泄露。叶晨，你早上没做预热调试吗？老王急了，声音里带着质问。我摊开手，指了指墙上的员工手册，语气平静：公司有规定，系统预热与环境调试属于正常工作任务，应在正式工作时间内进行。可我早上来的时候不属于正常工作时间，不能随意动核心代码。老王被我噎得说不出话，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他当然知道规定是死的，但过去10年，我都是义务把这项工作提前完成的。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便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我来。一个声音响起，张浩挤了进来，脸上带着急于表现的兴奋。
不就是个县城一出吗？我懂。他推开旁边的程序员，坐到控制台前，噼里啪啦一顿操作。林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闻讯赶了过来，看到表弟自告奋勇，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没了你，地球照样转。”我端着咖啡杯退到一旁，冷眼旁观。只见张浩把系统进程强行重置，报警声是停了，但服务器运转的声音变得更加沉重，像一个哮喘病人在费力的呼吸。张浩得意地站起来，向他的表姐邀功。好了。林如烟满意的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不错，小张，年轻人就是要敢于承担责任，不像某些人拿着高薪，却只知道推诿塞责。他的话意有所指。我没理他，只是看着监控屏上新出来的负载曲线，一出是消失了，但程序的底层出现了一圈细微的逻辑死循环。外行看不出来，但在高并发的真实环境下，这套系统依然是随时会崩盘的废品。我没有说破。下午，核心数据库的一个安全证书需要进行年度中签校准，这是个精细活，也是我的绝活。以往我来操作，凭借手感和逻辑，半小时就能搞定，而且精度远超标准。今天老王又找到了我，语气客气了不少。叶工那个证书你看下。我点点头，从柜子里拿出那本厚厚的数据合规操作手册。我翻开第一页，对着手册一步一步地开始操作，备份数据、检查环境、申请授权、输入密匙，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得一丝不苟，也慢得令人发指。老王在我旁边看着，急得直跺脚。小叶，你平时不是这么干的，这种中签你扫一眼日志就能发现漂移，直接手动对齐就行了。王主管，手册上说要进行3次环境扫描取平均值，我是在按章办事。老王叹了口气，说不出话来。2个小时后，当时钟指向5点，下班铃再次响起，我的校准工作还差最后一步。老王几乎是在哀求：叶工，再多待1分钟，就1分钟，把数据提交了再走啊。对不起，王主管，到点下班了。守则规定，下班后不得操作任何精密服务器系统，以免发生安全事故。说完，我拿起背包，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再次准时打卡下班。身后传来林如烟压抑到极致的怒吼：叶晨！我没回头，嘴角却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林总经理，这只是开胃菜。我没理他，只是冷冷地看着监控屏幕上新生成的响应曲线。延迟确实暂时降下去了，但在代码的底层堆栈里，已经开始出现极其细微的逻辑逃逸。外行看不出来，但只要高并发持续1小时，这套系统就会因为内存溢出彻底瘫痪。我没有说破，只是默默关掉了监控窗口。晚上我刚回到家，老王的电话就追了过来，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忧虑。小叶，你这样，林总经理肯定会给你穿小鞋的，你斗不过他的，他是集团总部的皇亲国戚呀。王主管，他已经把最大的鞋给我穿上了，我还怕什么？可是公司的云端核心怎么办？那是咱们师傅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毁了呀。提到师傅，我的心还是抽痛了一下。我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说道：师兄，有时候想要守护一样东西，得先让那些想毁掉它的人知道疼。1个星期，仅仅1个星期，公司的系统运行效率断崖式下跌了30%，APP 的崩溃率更是直线飙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核心架构里小毛病不断，报警声此起彼伏，像一首走了调的交响乐。其他几个架构师被折腾得焦头烂额，他们能解决一些常规逻辑错误，但只要涉及到 Xcore 的核心系统，就都束手无策。张浩倒是很积极，哪里出问题就往哪里冲，结果往往是小问题被他搞成大问题，大问题被他搞到全线宕机。整个技术部怨声载道，但没人敢明说。林如烟的脸一天比一天黑。终于，他忍不住了，召开了一场全体技术人员的紧急会。看看你们，看看公司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响应迟缓，客诉如山，我们公司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哈！我知道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对公司的新规定有意见，但是我告诉你们，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有铁的纪律。从今天起，我要求所有人发扬大厂奋斗精神，主动加班加点，把失去的效率给我追回来。他顿了顿，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像2颗淬了毒的钉子。叶晨作为公司唯一的首席架构师、技术骨干，你要起带头作用。他这是在将军。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我平静地迎着他的视线，扶了扶眼睛。根据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第44条明确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不低于工资的300%，休息日加班应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不低于工资的200%。我顿了顿，看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色，继续说道：请问林总经理，我们是按哪个标准执行？只要标准明确，我愿意带头。林如烟猛地一拍桌子，豁然站起，
指着我的鼻子。叶晨，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不，我摇摇头，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我眼里有劳动法，还有我们公司的员工守则。守则第1条，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既然迟到要重罚28万，那加班也理应有偿。这不叫谈条件，这叫讲规则。您不是最喜欢讲规则吗？林如烟气得浑身发抖，一张脸涨成了紫红色，指着我的手都在哆嗦，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说的句句在理，字字合法。他用来打压我的规则，现在成了我反击他最锋利的武器。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我的硬刚惊呆了。老王在桌子底下悄悄对我竖了个大拇指。会议自然是不欢而散，我成了全场的焦点。有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傻，也有人在背后默默佩服我的勇气。我不在乎。当晚，核心服务器的底层传动逻辑开始出现严重的周期性死锁，这是大崩溃的前兆。一旦逻辑门被锁死，整套云端系统都可能报废，甚至会导致海量用户的私有数据丢失。张浩再次逞能，他带着几个他新招来的心腹，信誓旦旦的要去进行热修复。凌晨1点，我接到了老王的电话。小叶出大事了，张浩他们不仅没找到死锁点，还把内核的容灾补救程序给误删了。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夜风吹动我的发梢，我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叶晨，你快来啊！再不来，系统就真的崩了，数据全没了。师兄，现在是下班时间。我的声音冷静得不像话。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一声沉重的叹息。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门就被人一脚踹开。林如烟像一头被激怒的母兽冲了进来，双眼赤红，布满血丝。叶晨，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系统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昨晚为什么不来？你是不是存心报复？是不是？他对我咆哮着，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林总经理，我请问一下，我还有年终绩效奖吗？他愣住了，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我继续微笑着，一字一句地问：没有了，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加班？林如烟的脸瞬间从紫红变成了煞白，她像一条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终，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叶晨，算你狠。说完，她摔门而去。我看着林如烟狼狈的背影，嘴角的笑意更冷了。恼羞成怒的女人，接下来该用更愚蠢的手段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她就给我布置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要求我在24小时之内写出一份涵盖公司所有云端节点、所有接口的全架构性能优化报告，美其名曰让我这个技术骨干发挥核心作用，实际上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加班，或者在明天给我安上一个代工的罪名。我接下了任务，坐在位子上慢条斯理地敲着键盘。到了下午5点，我准时关闭显示器，拿起背包打卡下班。第二天一早，我将一份只有2页纸的报告放在了林如烟的办公桌上。报告的标题是关于当前系统底层逻辑崩溃的核心症结分析，内容极其简练。第一，核心症结，长期维护不善导致关键服务器负载失衡。第二，直接原因，近期多次非专业管理人员的违规暴力操作，破坏了内核系统的稳定性。第三，建议立即停止非专业人员接触核心机房，并对所有管理岗位进行技术资格重新认证。每一条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精准地抽在林如烟和他那个嚣张表弟的脸上。叶晨，林如烟在办公室里咆哮着，将那份报告撕得粉碎，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在他那双昂贵的高跟鞋边。你这是报告吗？你这是在指责我！我警告你，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我站在他对面，神色从容，缓缓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我按下了播放键。你是不是存心报复？是不是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他昨天和今天2次在我办公室咆哮威胁我的录音，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林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她看着我手里的手机，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恐惧。她意识到我不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而是一只早就布好了陷阱，等着她自己跳进来的刺猬。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林如烟终于消停了几天，但她没有放弃。她通过集团总部的关系，以双倍的高薪，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了一个所谓的技术专家，姓钱，人称钱专家。40多岁，地中海发型，戴着金丝眼镜，一到公司就摆出了救世主的架子。林如烟把他奉为上宾，在研发中心当着所有人的面隆重介绍。这位是钱总监，是国内顶尖的系统架构大拿，以后我们公司的所有核心技术问题就全权交给钱总监负责了。他的目光挑衅地扫过我，
那意思很明显。叶晨，你被取代了。很多同事都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只有老王忧心忡忡地对我低声说道：“小叶，这个姓钱的我听说过，名声不太好，最擅长搞 PPT 架构。师兄，让他折腾。风太大，别闪了舌头。钱专家上任的第一天就直奔核心服务器，他围着机房转了几圈，指指点点，说得头头是道。他坐到控制台前，试图进入内核后台系统，可下一秒他却愣住了。他完全看不懂我留下的部分代码注释，因为那些注释是我故意留下的，只有我和师傅才懂得的习惯写法，里面夹杂着一些只有顶级架构师才懂的字眼逻辑，比如 C-Lock 代表异步自选锁 ，URC 是我名字的首字母。钱专家对着屏幕抓耳挠腮，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张浩在一旁想帮忙也插不上手，急得团团转。更要命的还在后面。下午，林如烟的秘书拿着一封邮件，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总经理，美国 Apex 集团的催促邮件，他们问我们关于 YC 优化模块的最新运行数据，说这是他们决定是否追加明年5000万美元订单的关键，让我们今天必须回复。林如烟把邮件拿给钱专家看，钱专家看着邮件里那个陌生的名词，一脸茫然。EIC 模块，这是什么东西？系统开发手册里没有啊！林如烟也懵了，她转头向我厉声质问：叶晨，这个 YC 模块是什么？是不是你搞的鬼？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们。叶希、叶晨，我姓氏的首字母。那个模块是我在原有架构基础上独立开发的一套高并发负载补偿系统，是专门用来匹配美国 Apex 集团那批定制化数据请求的。对了，我推了推眼镜，补充了一句：这个模块的软件著作权和核心专利都在我个人名下。我之前只是为了公司利益，无偿授权给公司免费使用而已。我的语气轻描淡写，却像一颗重磅炸弹。整个办公室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林如烟和钱专家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精彩的像一出默剧。我看到林如烟眼中的震惊、愤怒，以及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慌，一股夹杂着复仇快感的寒意在我心中悄然升起。林总经理，现在你该知道疼了吧？距离美国客户要求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而那套千万级的云端系统，在钱专家几天的胡乱操作下，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彻底趴窝了。整个机房的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所有人都在看着那一排排闪烁着诡异红光的显示器。就在刚刚，钱专家试图强行破解我的系统后台，结果触发了我预留的最后一道保险。屏幕中央出现了一行硕大的白色代码，像是一个冰冷的宣告：核心授权丢失，系统已锁定。这是我在设计 YC 架构时就埋下的底层逻辑锁，一旦有人试图绕过正常接口，用暴力手段篡改核心代码，这个锁定就会瞬间切断系统与所有服务器硬件的连接。现在的云端平台就是一堆昂贵的电子废铁。钱专家对着那行错误代码冷汗涔涔，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颤抖，却连一个指令都敲不下去。他所谓的顶尖架构经验，在真正的核心技术壁垒面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林如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机房里来回踱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乱成一团。他把钱专家叫到角落，又是许诺双倍奖金，又是威胁要他赔偿公司几千万的损失。隔着玻璃墙，我依然能看到钱专家那副色厉内荏、不断擦汗的狼狈模样。半小时后，机房门开了，林如烟走了出来，脸色灰败的像是瞬间老了10岁。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我的工位前，这是风波之后他第一次主动且极其低姿态地站在我面前。林如烟深吸了一口气，声音里带着压抑的颤抖：叶晨，算我错了，行了吧？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是我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把系统恢复？只要你让它现在动起来，扣掉的那28万奖金，我翻倍补给你50万，一分不少。他依然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他以为我所有的反抗都只是为了那点绩效。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焦虑和算计的脸，缓缓摇了摇头。林总经理，现在谈钱已经没意思了。我站起身，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召开全公司员工大会，就在你当初羞辱我的那个大礼堂，就在那个演讲台上，为你所谓的杀鸡儆猴向我叶晨公开道歉，然后把那28万奖金补发给我，那是我应得的，一分都不能少。林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对他这种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人来说，公开道歉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拳头在身侧攥得咯咯作响。叶晨，你不要欺人太甚！当初你在台上当着上千人的面用迟到毒瘤来形容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我们对视了足足1分钟，他眼里的杀意几乎化为实质，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他那可怜的自尊。不可能！他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
转身决绝地走开。林如烟决定孤注一掷，他命令张浩和前专家直接格式化核心服务器的控制系统，重装基础程序。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我的东西全部删掉，就能绕过那个核心授权丢失的锁定。老王偷偷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脸上全是近乎绝望的惊恐。小叶，他们疯了！张浩已经在准备重装底层驱动了，如果格式化了，咱们这几年的研发数据可就全完了，连基础通信都匹配不上了。我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手中的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露出一抹冷笑。由他去吧，师兄，他会后悔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套系统的硬件驱动是美国 Apex 公司根据我的 YC 模块参数进行过深度定制的。一旦模块的核心授权丢失，硬件就会自动进入保护性休眠。格式化系统不仅解除不了锁定，还会让这堆废铁变成彻底不可逆的板砖。到那时候，就算是美国原厂的工程师来了，也只能看着这一堆废铁哭。老王叹了口气，他知道我已经彻底死心，不再打算挽救这个被蠢材掌控的公司。生产线彻底瘫痪的第3天，末日真的降临了。美国 Apex 集团的首席技术官史密斯先生带着律师团紧急飞抵了我们的 CBD 总部。史密斯带来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如果今天之内公司无法恢复云端服务的正常运行， Apex 将单方面终止所有合作协议，并且启动高达8位数美元的天价索赔程序。消息传来，整个鼎盛科技的气氛凝重得像是暴风雨前的海面。林如烟彻底崩溃了，她在办公室里疯狂地砸东西，把所有的瓷器和奖杯摔得粉碎。随后，她似乎想到了最后的脱身之策，她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她召集了工厂所有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刚刚抵达的史密斯先生一行人，在瘫痪的机房大厅里开了一场所谓的现场审判会。我被保安带到了现场，林如烟指着我的鼻子，面目狰狞地咆哮着：就是他，史密斯先生，就是这个叫叶晨的架构师。他故意代工，恶意勒索，最终丧心病狂地破坏了整条核心代码链路。是他毁了我们的项目，是他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机房里回荡，充满了悲愤，演得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功臣。周围的同事有的低下了头，有的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老王站在人群后面，急得满脸通红，却根本不敢出声。史密斯先生是一个50岁左右的美国男人，他一直沉默地看着林如烟的表演。林如烟见对方没说话，以为自己的演技骗过了客户，气焰更加嚣张。叶晨，因为你恶意破坏生产，给公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现在代表公司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里！保安，把他给我架出去！2个身材魁梧的保安快步跑了过来，一左一右就要来抓我的胳膊。所有人都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不仅丢了工作，恐怕还要面临巨额的法律诉讼。但在被公开开除、陷入人生最大危机的这一刻，我却显得异常平静。我甚至还有闲心伸手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褶皱的衬衫领口。就在保安粗糙的手即将碰到我胳膊的瞬间，那个一直沉默的美国客户代表史密斯先生突然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开口了：住手！他排开众人，径直向我走来。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湛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纯粹技术人员的尊重。然后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中，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动作。他对着我这个穿着普通连帽衫、刚刚被宣布开除的程序员微微鞠了一躬，然后他伸出了手。叶老师，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全场死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林如烟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保安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所有人的大脑都因为这句叶老师陷入了彻底的宕机状态。史密斯先生没有理会旁人的惊愕，继续用那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道：3年前我在硅谷听过您的线上架构讲座，关于非线性控制在云端存储中的应用，您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甚至改变了我们 Apex 集团的技术底座。他说完才缓缓转向旁边已经石化的林如烟，脸上的温和瞬间消失，冷得像冰。林总经理，我没听错的话，你刚刚说要开除谁？你要开除 YC 优化内核以及这条生产线核心系统专利的唯一持有者。我看着林如烟那张瞬间血色尽失、惨白如鬼的脸，
终于露出了这场风波以来第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怜悯。整个机房大厅安静到能听到每个人狂乱的心跳声。林如烟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雷劈中的雕像，身体僵硬，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史密斯先生看都没再看他一眼。叶老师，我们 Apex 集团之所以在众多供应商中选择了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技术调研发现系统内嵌了您的 YC 模块，您的技术才是我们选择这里的唯一原因。没有您的维护，这家公司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这番话像一把无形的巨锤，将林如烟最后的尊严和幻想砸得粉碎。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调出早就准备好的专利证书电子版，递到史密斯先生面前。白纸黑字，红色的印章，专利持有人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叶晨2个字。史密斯先生点点头，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转向林如烟，眼神冷得像刀。林总经理，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求助似的看向人群，但迎接他的是同事们躲闪和鄙夷的目光。他那个平日里仗着他作威作福的表弟张浩，此刻更是缩在人群最后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收回手机，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了林如烟那张绝望的脸上。是时候清算了，史密斯先生，想让系统恢复，并且比以前跑得更快，我可以做到。我的声音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史密斯先生眼睛一亮，叶老师需要我们做什么？我需要和贵公司直接签署技术支持协议，但不是以这家公司员工的身份，因为我刚刚已经被开除了。至于解决问题，我有3个条件。我伸出3根手指，每一根都像是抵在林如烟喉咙上的尖刀。第一，林如烟以及他的表弟张浩必须立刻从这家公司滚蛋，我不想再看到他们。第二，公司必须就林如烟对我进行的公开羞辱和名誉诽谤，向我支付50万人民币作为补偿。第三，从现在开始，我以独立顾问的身份提供支持，我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1万元，直到系统彻底恢复正常。人群中再次爆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每小时1万，这简直是在抢钱。但这一次，没有人觉得我疯了，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此刻的我有这个资格。林如烟听到这3个条件，两眼一翻，竟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幸好他身后的老王眼疾手快，扶住了他。史密斯先生听完我的条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点头。叶老师，您的要求非常合理，我完全同意。我这就和你们集团的最高层联系，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立刻终止合作并起诉。他拿出手机走到一旁，直接拨通了一个国际长途。我知道这场战争我赢了。不到10分钟，机房大厅的大屏幕被紧急启用，视频连线接通，屏幕上出现了集团 CEO 陈总那张阴沉的能滴出水的脸。陈总的表情说明他已经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那双锐利的眼睛透过屏幕落在我身上，审视了足足1分钟。我平静地与他对视，不卑不亢。我知道他在权衡利弊，一边是天价违约金和失去顶级客户的损失，另一边是一个他亲戚的面子。这道选择题对一个顶级商人来说一点都不难。叶公，我代表集团为林如烟在管理中的严重失误，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陈总站起身，对着屏幕里的我微微欠了欠身。你的3个条件，我代表集团全部同意。50万补偿金会在1个小时内到账。至于林如烟，即刻解除他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保安，把林如烟和张浩给我带走，他们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陈总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一直守在门口的2个保安立刻走了进来，一左一右架起已经瘫软如泥的林如烟。林如烟没有反抗，也没有求饶，任由别人拖着她走向她亲手挖掘的深渊。视频挂断，机房里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我。史密斯先生做了个请的手势。叶老师，现在舞台是您的了。我走到了那台冰冷的服务器集群前，屏幕依旧是满屏的红色报警，像一颗停止了跳动的心脏。老王和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围了上来，紧张地看着我。我戴上眼镜，坐到了主控制台前。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没有去看任何手册，没有查任何资料。所有的架构图，所有的逻辑指令都早已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输入了一长串复杂的授权代码，这是解开核心锁定的唯一钥匙。然后我重重地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刺眼的红色瞬间褪去，变回了熟悉的蓝色。操作界面恢复，核心引擎开始重新加载。但这只是第一步，我没有停下，双手如残影般在键盘上起舞。老王，3号节点数据库重置。小刘，把防火墙策略降到兼容模式。所有人按照我的指令重组数据链路。我一
边操作一边有条不紊地发出一连串指令，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和权威。整个研发部成了我的指挥部，所有的架构师都成了我精准运转的棋子。他们第一次看到，原来编程可以如此行云流水，如此赏心悦目。那不是简单的修代码，那是一种艺术。老王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骄傲和欣慰，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我师傅指点江山的影子。不，他看到的是一个比师傅更加锐利、更加果决的全新领袖。15分钟只用了15分钟，我输入了最后一行补偿脚本，然后再次按下了启动按钮。沉寂了数日的云端系统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嗡鸣声，重新苏醒了，各项数据指标疯狂跳动，随后平稳运行。屏幕上显示出一连串完美的数据，并发处理能力甚至比出问题之前还要高出5%。机房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着那条重新焕发生机的数字链路，我知道这不仅是公司的利润，更是我用我的方式赢回来的尊严。但在后续对系统的全面体检中，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调取了服务器硬件的运行日志，发现内存磨损率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这绝不是简单的软件问题。我让老王带人拆开了几台核心服务器，当那些号称是德国进口的高端内存条被拆下来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上面居然贴着低端劣质品牌的改标贴纸，这怎么可能？采购合同上明明写的是顶级企业级内存呢！老王惊叫出声。我走到零件旁，用手电筒仔细照射着断面，冷笑一声：这不是什么企业级内存，这是最普通的民用垃圾条，外面镀了一层伪装层，性能只有正品的1/10，寿命更是短得惊人。偷梁换柱，这是在毁掉咱们公司的根基啊！我立刻封存了现场，并将检测报告连同我从财务系统调出来的采购合同发给了陈总。合同上有林如烟和那个前专家的联合签名，他们为了吃高额回扣，用廉价硬件替换掉了昂贵的进口核心部件，这才是系统近期频繁崩溃的根本原因。我的按章办事只是个导火索，证据确凿，林如烟的行为已经不是管理失职了，这是职务侵占，是商业诈骗。等待他的不仅是失去工作，还有冰冷的铁窗。清算以一种他绝对想不到的方式彻底完成了。林如烟和张浩被保安拖走的那天下午，警车直接开到了公司楼下，经侦支队的同志带走了那一箱劣质内存条，还有我从后台导出的所有采购流水。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加上由于硬件故障导致的潜在网络安全风险，林如烟面临的不仅仅是丢掉工作，更是5年以上的铁窗生涯。在审讯室里，林如烟那头精致的波浪卷发乱成了一团，原本昂贵的白西装沾满了灰尘。她还想利用自己那点可怜的人脉活动关系，却发现曾经那些对她趋之若鹜的人，此刻个个唯恐避之不及。她那个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表弟张浩，在审讯灯下被吓得尿了裤子。他为了减刑，竟然一股脑把所有责任全推到了林如烟头上。他说所有的回扣方案都是林如烟制定的，他只是个跑腿的。这就是林如烟拼命想要守护的亲信，在利益面前，连亲情都成了可以交易的筹码。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闪烁的警灯渐行渐远。我知道那个靠裙带关系和权术就能在这个行业横行霸道的时代彻底落幕了。至于那位地中海前专家，他的下场也比林如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公司里装模作样搞坏了核心架构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整个行业圈子里传开了。我利用 YC 模块持有人的身份，向行业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前专家的技术操守评估报告。报告里详尽记录了他由于违规操作导致千万级系统宕机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前专家这个名字在整个互联网架构圈彻底成了无能和骗子的代名词。他被所有的大型科技公司拉入了黑名单。听说他后来为了生活，不得不去一些不知名的小作坊面试初级程序员。可面试官一看到他那苍白的简历和臭名昭著的过往，直接当众嘲讽他：钱总监，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您这种能把千万级架构搞趴下的大佛。他低着头，佝偻着背，在众人的嘲笑声中逃离。他曾经最看不起底层程序员，如今他却连当个底层程序员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就是因果，他用谎言搭建的空中楼阁，终究会被事实的重锤砸得粉碎。林如烟走后，我正式开始了对研发中心的大清洗。我撤掉了所有只会写 PPT、只会搞办公室政治的行政组长，我把老王提拔成了研发部主任，让那些真正懂技术、肯钻研的年轻人坐上了关键位置。我废除了所有繁琐的日报、周报和那些没完没了的无效会议。我定下了一条
条死规矩，在技术中心，逻辑就是唯一的正义，代码就是最高的命令。原本死气沉沉的研发中心，因为这些改变，瞬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些曾经被林如烟压抑的抬不起头的程序员们，现在个个精神饱满，眼里闪烁着对技术的热爱。公司的 APP 响应速度提升了50%，用户活跃度创下了历史新高。陈总几次想请我吃饭，想劝我坐上副总裁的位置，我都拒绝了。我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连帽衫，坐在我那个临窗的工位上，看着屏幕上流淌的代码，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老王端着茶杯走过来，感慨地看着这一幕。叶公，你这一仗算是彻底给咱们程序员正了名了。我笑了笑，没说话。名声这种东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赢回了那份属于专业者的尊严。1周后，系统效率不仅恢复了，还在我的优化下整体提升了15%。史密斯先生对这个结果满意到了极点，他当场宣布追加5000万美元的长期协议，但合同里有个附加条款，必须由我叶晨担任这个项目的终身技术总监。陈总第2天就亲自飞了过来，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将一份文件和一张50万的支票推到我面前。叶公，这是你应得的赔偿和奖励，另外这是集团对你的最新任命。我翻开文件，上面的头衔让我有些意外，华东大区 CTO 主管所有研发，下面还附带了一份股权激励3%的干股，只要我签下字，我将立刻从一个架构师变成持有巨额股份的集团高管。陈总看着我，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微笑。叶公，你是个天才，你需要这个平台，有你这样的人掌管技术，我才放心。我看着那份金光闪闪的合同，沉默了很久。陈总很有耐心地喝着茶。陈总，谢谢您的好意，但这个管理职位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你有什么顾虑？不，跟这些无关。我是一个程序员，我的乐趣在于攻克技术难题，在于看着代码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我讨厌开会，厌恶那种无效的社交，让我去做管理，那是扼杀我的价值。我拿起那份史密斯指定的附加协议，我可以接受终身技术顾问的职位，我会为公司解决任何难题，可以为集团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绝不会坐进那个冰冷的管理者办公室。陈总定定地看着我，最终长叹一声，眼中满是敬佩。我明白了，叶公，你是最纯粹的技术人，合作愉快。随后，我召集了全体员工大会，站在那个当初羞辱我的讲台上，我看着台下那些敬畏的眼神，只说了3句话：第一，尊重技术，任何行政指令不得干涉研发；第二，奖赏分明，唯才是举，混日子的人请立刻离开；第三，从今天起，属于你们的技术时代开始了。台下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请假去了郊区的墓园，我买了一束最新鲜的百合，放在了师傅的墓碑前。师傅，您当年的心血我保住了，我不仅保住了他，还让他走出了国门，成了连美国 Apex 都要仰望的存在。我在墓碑前坐了很久，想起了师傅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叶晨，你要记住，咱们写代码的手里的笔就是手术刀，容不得半点虚假。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不管权术怎么横行，你得守住你的心，守住那一串串字符的纯粹。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拒绝了副总裁的职位，拒绝了那些唾手可得的权势。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总得有人去守住最后的那点纯粹。我不想变成林如烟那样的人，我也不想变成陈总那样眼中只有利益的商人。我想当一辈子的程序员，想当一辈子那个能在黑夜里为世界点亮代码之光的人。我站起身，对着师傅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风吹过墓园，仿佛带着师傅欣慰的笑声。1年后，硅谷全球技术峰会，我以 YC 架构创始人 Apex 集团终身顾问的身份受邀发表主题演讲。当我站在那个汇聚了全球顶尖大拿的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时，我依然穿着那件最普通的灰色卫衣。台下坐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他们眼中充满了敬佩。我没有讲那些宏大的愿景，也没有讲那些虚无缥缈的战略，我只讲了一个关于2分钟迟到，关于28万绩效，以及关于一个普通程序员如何坚守规则的故事。我说，技术是有灵魂的，它不该被权势践踏，不该被金钱收买。我说，当一个社会开始尊重专业，尊重技术，尊重那些默默付出的灵魂时，真正的时代才算开始。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那雷鸣般的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林如烟绝望的脸，看到了前专家的落魄，看到了陈总复杂的眼神。他们都成了我生命中的过客，
成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助讲。演讲结束后，史密斯先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咖啡。叶老师，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 ？Apex 随时欢迎您入职，职位您随便开。我转过头，看着落地窗外繁华的硅谷，微微一笑。我打算回国带那些刚毕业的孩子们，我想告诉他们，当一名优秀的程序员其实是一件挺酷的事。我是叶晨，一个曾经因为迟到2分钟被罚了28万，却最终靠代码赢回了世界的普通程序员。代码即正义，这就是我的时代，也是属于所有纯粹者的时代。